音乐创作 Bandit。今天要介绍这个软体呢，它主要是在创作音乐。我要先声明，我的部分呢对音乐并不是很懂哦，我只是这个东西玩的比较久，所以知道这个东西怎么操作。然后不代表我对音乐是 OK 的，对音乐不懂都可以做创作，这个就是 Bandit 这个软体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哦。那你只要平常有在比较常听一些音乐，像我也很喜欢看一些音乐性的节目啊，比方说弹钢琴的。所以你只要有一些这个音乐的基础的概念，或者是说你真的很常听音乐，那你只要用这个软体，其实它就可以创作出属于你自己喜好的方向的音乐的。这个东西怎么操作呢？我们先讲下载的部分哦。这个软体它支援安卓跟苹果，你只要到商店里面去做下载，输入 BandLab， 你就可以直接做一个下载的。下载完开启界面，那这个界面呢，我们大概做一个介绍。最左边这个是首页的部分，那它有 follow， 就是你有追踪谁的，那相关的一些讯息或是他们发布的一些内容会出现在这边。那右边这个trending 的部分呢，主要代表的是一些趋势或是一些比较热门的讯息，那你可以在上面去做收听的一个动作。你可以听听看别人是怎么做的。然后有一个 FORK 这个，你把它点下去，你可以看到这些人他们的制作的用了哪些东西，然后他的做法是怎样。你也可以针对某一段去收听说，看他是怎么做的。那进来之后，你可以看到别人的做法，他的音乐是怎么去做配置的。OK， 好，搜寻的部分呢，你可以搜寻相关的你喜好的音乐类型，比方说我可能点爵士，那他会把一些相关的人跟音乐作品直接放在上面，那一样你也可以去做一个参考。所以可能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个曲风，想要看一下别人怎么做，你可以直接从这里去做一个参考跟搜寻的部分。那中间这个红的很明显的一个加号，就是我们制作的页面哦。那我先讲一下其他的。那这个是有关于你的一些动态消息的部分，可能有人邀请你好友，邀请你协作。那或者是说你要邀请别人来做一些协作相关的一些回复跟讯息。那最右边右下角这个是档案库资料夹，它把你之前做过的一些作品的部分呢，全部都收集在这个右下角的这个资料夹里面。好，那我们现在进入制作的页面。在制作的页面上面呢，我们看到第一个加在一个音符，那它就可以把档案给输入在这个里面去做一个编辑。然后第二个，这个是一个录制的一个功能，你可以接麦克风，你可以用自己的声音把它放进去，也都 OK。甚至于你也可以直接对着它去做唱歌的部分，或是配音都 OK。好 ，Looper 这个我在查，它是一个环啊那它里面的节奏呢，也都是按照那个节拍点去做一个循环播放这样的一个内容。好 ，MIDI。这个是我们讲数位化的音乐乐器，那这个部分呢，你就可以输入其他的一些你想要的一些乐器的效果把它放在里面来做一个播放。那还有这个吉他的部分，还有贝斯的部分，这都可以做一个输入。好，来，然后这个你有看到它有一个无限循环的一个符号那它里面呢是包含所有的音效在整个城市里面的所有的音效有上万种。那你要寻找的时候呢，你可以用上面的这个分类的选项，比方说你可能喜好，我要用 keyboard， 我要用声音的，我要用 piano， 或是其他任何的一个东西。假设我选择钢琴，那这里就会有相关的其他钢琴的一些素材都在这里面。OK， 那这个都是属于素材的部分，然后这个是创作者套件，就是我的创作，有一些创作者他可能已经做成了一个 set， 就是很多的套件在那边，那你可以引用这些人的一些内容，
甚至于他们有一些比较独特的乐器也都会放在这个里面哦。好，你可以依照你想要的那个曲风跟内容，那它在里面呈现的状态，是这样子的。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哦，这个是一个界面。那另外从右下角这里点进来，还有另外一种界面，类似像电脑版的，它是用格状的方式哦，去让你去做使用。然后这个是声音的设定，我可以设定这个声音它的效果。点进来看，那它这里有很多种各种不同的一个音效哦，产生的一个效果。那在这里面都可以再做一个微调的动作，你可以找到你想要走的那个路线跟曲风。那点右上角这个调整，你就可以去调整它们的可能是声音，可能是我们讲赫兹、低频、高频等等哦，各式各样的一些设定都在这里面。那你可以针对你的需求再去做一个调整。好，然后下面这里需要灵感吗？那这里有一些其他人的别人做过的一些作品分享在下面，你也可以去参考一下。那这一样，他们都有这个 FORK 哦 ，folk 就是一样有这个东西，你可以去做一个参考。那点进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别人这音乐是怎么制作的。好，来左下角，第一个只是把你手机里面的上传到这里面来做制作。那第二个，这个是调音器哦，它可以有一个调音的一个效果。那最后这一个是我们讲母片后期工程，就是我最后整个音乐整个内容做出来之后呢，我把它存放在手机里面，然后再来利用它来帮我们做一个调整。好，那它有4种调整的模式，那分别是这个原始的，然后贝斯加重贝斯的部分，低音做一个增强，然后像 CD 一样的比较 CD 的高画质、高品质，然后像这个是提高你的清晰度，让你的音乐的清晰度变得高。好，那它们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那右下角这个 QR 码我不知道是干嘛的，那大体上是它的页面的一个部分。一般新手呢，我会建议从这个 Looper 跟这个 MIDI 这两个先做操作，这个操作上会比较简单。那其他的部分都是你后续因应你的音乐的状况，你再把东西加进来。好，那如果以这个来讲的话，我可能假设我选择比较动感的电子的，好，这上面有一个数字哦，是这个 BPM， 那这个代表的是节拍。当它的数字越大的时候，它的节拍速度就会越快。每1分钟几拍，哦，那这个是 BPM， 所以它的数字越大，代表的速度越快。那一般新手我会建议可以从比较慢的开始去做练习。这里还有一个170耶。好，那我们找一个120上下的 D 大调，找这个。当你点进来之后呢，你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界面跟选项哦。那这里面界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功能呢？左上角这个就是离开嘛，你可以储存，然后或者是删除。那这个就是我们操作的一个界面，你可以针对你这一段你要做出来的这个音乐，可以帮它标注上这一段音乐的名称或记号，让你知道说，这一段你是怎么样的去把它做分类。比方说，我这一段我可能设置120 BPM， 然后在这里呢，你可以在设定的部分，你可以去做一个调节。最上面这一个，它有英文的这个介绍跟操作的部分，然后会教你如何去做一个操作。那在这上面都有做一个介绍。然后
下面这里，tempo 就是这个音乐的节奏，我想要放多少的一个速度。那目前它设定是130，然后这个是总共是几拍几节，你也可以去做一个调整。那我建议新手的话就跟着跑就好了。那我这边是D 大调，然后这个东西的音量，它原始设定是在74，那当然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去做一个调整。好，那再往下的部分呢，这些功能就我是不太用到了哦。然后右上角这里就是上传云端，当你这一节或是这一段的音乐做完之后，你可以上传云端的部分，那需要的时候可以再拉下来。OK， 那我们回到最前面。好，那这个是整体操作的部分。那它的操作呢是用环形的，我们前面有讲它是一个环形的循环的一个部分。所以好，那这个是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呢，我依照我的需求去点这个东西。那如果我可能需要的是一个节拍 tempo 的部分，我可能会选择像 bass 或是这里面会有一些节拍鼓的部分。好，那不同的乐器它会产生不同的音乐的一个循环。这个是左手边的部分，然后左下角这一个符号，它代表的是，如果我可能不想要这一个音乐这一组的这个音乐的部分，我可以从左下角再重新回来我的页面，去寻找合适的，去寻找你需要的这个音乐的部分。那中间这里呢，它可以做一些操作，比方说，我可以做一些节拍节点，或是比方说像这个1/4。1/8，它可以针对你的音乐部分可以去做一些修饰，那甚至于像这个 ending 我会用到的。好 ，FX 这个东西呢，它可以让你去做调整，跟前面我们那个设定是一样的。所以假设是像这样的节拍。我想要让某些声音它是比较明显的，然后某一些声音可能是我想要做一些声音的调整，我可以从这里去做一个调整。好，那这里是以赫兹，这样我就可以针对我需要的声音，我去做一个调节的部分哦。那这个是 FS 这样的一个FX 这样的一个功能。那有很多种，你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依照你的音乐需要的内容去做一个调整。OK， 然后呢，右下角这里它可以重新去编排你的页面。它原始的设定都是一个环形循环的一个方式，那你可以把它调节成，我可能针对某一个音色或是某一个内容，我只要它播放一次，这样循环一次就好。甚至于我希望它是固定的，可以这样拉长音的一个方式。这个东西跑完之后，我可能就只跑了，让它跑这么一次。那目前这两个我不知道它们的功能性在哪里但我觉得好像。我目前都觉得还差不多，但是如果有些朋友有研究过的话可以再跟我讲一下。好，那这个是它的基本的一个操作的部分。好，然后下面最左下角这个位置呢，它可以进入到这个页面。这个是我们编辑的正常的一个页面的部分。假设我编辑完了，好，我先用一小段，按下录音的符号呢，它就开始，这音乐就开始做一个收录的动作。那你可以按照需求，在不同的时间点把音乐放上来，那它就会产生一个变化。那因为它都是一个循环的一个模式，所以你只要按照那个时间点去做调整。那一般我会建议
你可以看它那个循环的那个速度假设你是要切是同一个项目的，那你要看它循环的速度差不多，你再来按，这样他们在衔接上比较不会有状况。那这个是基本的一个操作的部分。好，那我整个这样子录完之后呢，我从右上角这里点下去，我就可以看到我刚才编写的这一段音乐的部分，然后直接陈列在上面。那如果我要增加第二或第三个东西呢，在这里有一个加号，我就可以增加其他的，比方说像刚才这样子嘛，那我可能再选择一个 MIDI， 那我随便挑选一段。好，假设我用这个，好，那 MIDI 进来呢，因为它是一个虚拟的乐器的部分，所以它会呈现这样的一个界面，直接出现好乐器的这个操作的一个界面。那一样，它也可以去调整你的声音我可以依照你的需求去做一个调音的一个动作。好，那它除了这个界面之外呢，它还有另外一种操作方式是这样，好，直接出现这种格状的一个方式让你去做操作。那除了这个界面之外，还有一个右下角点下去，它会有出现这种，就是有点像我们电脑的编辑页面，你就可以按照你的需求，按照他们的滚动的这个位置，你去做一个配置然后在这里呢，有两个地方要特别留意，一个是右上角的这个磁铁的部分，如果没有把这个磁铁吸附打开的话，那它就会变得比较活，就位置可能会到处，它可能会到处跑。那这个看个人的需求，有的人他可能觉得他不需要用这个磁铁，他想要找到合适的一个位置去抓那个节拍点，那也 OK。那看你个人的一个需要，那原则上我都会打开。好，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在最上面的位置，我们可以设定这个，我只要在某个区间里面去做一个循环。好，那我们在上面先把这个红框拉出来，接下来我们再点入这个音乐的部分，然后点进来之后，因为他们的 tempo 不一样，所以他问你要不要改，那不用。好，我只是示范一下而已。OK， 那我现在开启之后呢，我直接做录制的一个动作。好，你注意看上面的位置它就是这样子循环，结束了，来再回来一次，结束，然后再回来，它就只会在你那个区间里面不停的去循环那你可以依照自己的设定，然后去做一小段一小段的一个安排。那我前面呢，我已经编辑完那一段音乐了，所以当我播放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我前面的那个音乐的部分。那我今天我要把这个第二样这个吉他的音乐加进去的时候，我一样按这个录音，它就开始做一个播放的一个动作。这个乐器的页面来做一个操作。那一样，我回到这里，我就可以看到我刚才操作的这些音乐的部分，那它们就拢在里面。好，那假设我今天来一个 OK， 我可能点错了，我把一个不要的东西点进来的话，我从这里直接滑过来，从这样子一滑，这样子我就可以看到左侧的另外一个调整的一个页面。那我也可以从左下角这里点下去，它一样也可以转到这个页面。那这个页面它可以干嘛呢？比方说我调整单独的项目的声音，这里是可以调声音的。这一边的操作界面，中间这个就是音量的部分。那左边按，我可以把这个项目改成静音，
好，回过来这边看，那这样子它整个变黑色的那一个项目它就变成静音，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听到别的乐器的声音的部分，有没有？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很清楚听到那个相关的乐器的声音。那这个是上面这个 N 的部分，那下面这个 S 呢，代表是只留下它，其他人都没有。所以假设像这样子，那我就可以很清楚听到这样我就可以听到刚才的这个乐器播放的一个部分。好，然后在右上角这里它这里有一个 LR， 你可以从这里，然后往左滑或是往右滑来决定声音是靠左或是靠右。它有一个 L 跟 R 的部分它可以让你的声音选择是靠左边或是靠右边。那这个东西要戴耳机，你才有办法比较清楚的去辨别出来。那 C 的话就是在正中央，然后右上角这个点呢，点下去，第一个命名，你可以针对你这一段的音乐，你自己去做一个命名的部分。那第二个是 download， 是下载输出。那你可以针对这一段内容，我输出到某个地方去，那这个就是 download 的部分。它要直接出现到你的这个其他的应用软体的部分，那看你要输出到哪里去可以另外去做一个输出的动作。好，下面这个是复制，这个是复制，然后最后一个是移除，可能像这个我不要，我把它做一个移除的部分。然后像我刚这个，我觉得可能节奏再修一下，或是放在不同的位置，效果会更好。我可以用一个复制，然后把它的位置可能把它做一个调整。那这边调整的部分跟我们做很多的剪辑软体是一样的我直接压在这个界面上面，让它产生这样的一个白框，那我再来去做一个调整的动作。那调整上面第一个是删除，左边这个符号我可以做删除的动作。那中间这个两个叠在一起，这个是复制。这样，当我复制完这个的时候呢，我就会用到下一个，就是把它做一个贴上的动作。这样我就可以做一个贴上的动作。那这个就是贴上的部分。然后这个分割，这个符号应该大家看得懂，做一个分割。然后有一个这个像循环的这个符号，代表是我让这个音乐再循环播放一次，所以它会直接从你后面 ending 的地方直接往下接，就再一次循环。那我到后面这边，我想要再让它再一次循环 ，O 不 OK？ 那你就要复制贴上 ，OK。然后这个符号，我会从这个右边这个笔的这个符号点进来，它就会出现在编辑的一个页面。那我也可以不要点那一个，我直接点击2次，我就直接进入那个编辑的页面。直接点击2次，我就进入编辑的页面。好，假设我整个音乐已经编辑完毕了，我要做一个输出的部分，那它要怎么做输出呢？先从左上角这里离开房间这里点下去，先做一个记录储存的部分。那这样子的话呢，它就会直接储存到你这个右下角的这个资料夹里面。那你点右下角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你刚才编辑的那一个。那因为我刚才编辑的那个，我还没有帮它做一个命名的动作。那这时候呢，你就点右上角这3个小点点这里，把它点下去。第一个是专案设定就是这个专案的名称，你可以去把这个内容做一个调整。那中英文都可以。上面是名字的部分，下面是描述，就是这个音乐的内容做一个描述。好，那我再点进来呢，它就会出现这个我们操作的一个页面的部分。如果假设我要再回来编辑这一段音乐，我只要从右下角的这个 Open， 那它就可以打开，选择下面这个就回到我们那个编辑页面的部分。
重新去做一个编辑。那当你编辑完之后呢，它就会产生新的分支，比方说像这个，你原始的编辑是一个，那你重新再制作之后呢，它就会再帮你做出一个分支，避免让你找不到你前面的那个原始的资料比方说像这个，我又做了其他调整，所以它又有其他的分支，就变成另外一个档案。那最麻烦的地方是输出，那因为这个软体呢，但我现在用那个萤幕的录影程式，它都不会把声音拉出来，它只有影像我可以录得到，但是声音都不会拉出来内容的部分。那我会从右边这里去做一个分享然后分享的那个符号点下去，那右边这个就可以直接，它是讲 download 啦，那事实上是输出到不同的一个地方。你前面如果没有输入影像的话，它就很单纯只有一张照片。那如果你是有拍影像的话，它就会结合那个影像一起做输出。那没有的话，一般我会选择下面这个音乐的部分，纯粹我只把音乐做一个输出的部分。点完之后，你就可以输出到各个平台。输出之后，再另外录下档案保存即可。以上就是基础操作的内容的。那有关于音乐的部分呢，就不要问我了，因为我对音乐不是很懂。那对于这里面的相关的操作，如果有不清楚或是不了解的地方呢，你可以在下面留言那我另外我把几个大家可以去参考的一些 YouTube 的连结，我一样都放在下面。那如果英文程度不错的，可以去看一下。电脑版又是另外一种操作的形态。那手机版的好处呢，就是便利嘛。那这个东西呢，它的便利性非常的高，它也可以创造出不错的一个效果。这个软体呢，介绍给大家自己来做一个使用。好，以上就是 Bandit 基础操作，玩玩看吧。